师父秦阳子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这乳臭未干的小道士也敢拦我？东瀛鬼帝，你欲斩我大夏龙脉，以万人鲜血祭祀，打开阴阳通道。今日我萧青就算魂飞魄散，也要将你镇压在此。大夏龙脉，你华夏大地前世一剑，本天切招斩大龙脉，让这万里河水永坠黑暗。五雷正法，天雷引。哈哈，区区天雷能奈我何？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。小青，你疯了！竟然有什么技术？这是在燃烧自己的命！再这样下去，你会魂飞魄散，永世我的仇手！那又如何？我脚下这片土地叫大夏，我身后这些百姓是我的同胞。师父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修道之人护的是苍生。今日就算我萧青耗尽毕生修为，也要将你彻底封印。你休想！本地是神，是万鬼之尊。大夏境内神鬼尽行，给我放！不，小青，你疯了吗？你疯死了！你会被大天杀了的！你妈妈会恨你一辈子，你一辈子都接受不起的。找到了！这个祸害苍生的神棍果然躲在这里。潇潇，闭嘴！你不配叫我的名字，小青。老天有眼，今天终于让我抓到你了，我马上就可以给爸妈报仇雪恨了。带走！到全球直播的《全民审判》，国际影后、商业帝国创始人、顶流巨星潇湘。潇湘，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你要审判的对象是谁吗？今晚被审判的人叫萧青，18年前。他是我的亲哥哥，他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。什么去死！臭道士！畜生！你还我女儿命来！你害得我家破人亡啊！这个臭道士终于出来了，你还有脸活着？小青，你还我家人命来！还我家人命来！全民审判现在开始，请宣读指控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要控诉萧青的是3宗罪。第一宗罪，不孝。18年前，他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，父母砸锅卖铁供他读书，他却弃学求道，10年不归。父亲为寻他，摔断双腿，母亲哭瞎双眼。萧青，这桩罪，你认不认？我认。他认了，他真的认了。认了，他真的认了！什么？不会吧？他竟然认得这么干脆。好，第2宗罪，纵火伤人，毁我一生。10年前他回来，撕碎我的清北录取通知书，把我锁在屋里纵火行凶。不仅毁我前程，还差点让我死在火灾现场。萧青，你认不认？我认。好，第3宗罪，杀人。做法行凶，
星村大坝坠崖，23人遇难，23条人命因你而死。小秋，你认不认？认。什么？他承认了，3宗罪全认了。还等什么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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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又知不知道那辆大巴车上有你的亲生父母？爸妈都死在了那辆车上！你这个畜生！畜生！小总，冷静一点。小青，现在3宗罪指控已宣述完毕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徒儿，你记住，你济世救人之事，切不可泄露半分。师父，为什么？天道无情，修道之人本不该干涉他人因果。你替人逆天改命，已是犯了天道大忌。若再将真相公之于众，更会扰乱世间因果。扰乱了因果会怎么样？是你，那些你救过的人都会受到牵连，轻则损身折寿，重则祸乱众生，酿成极大灾祸。师父，所以无论世人如何误解你、唾骂你、伤害你，你都不能说。就算被千夫所指，被万人唾弃，你也要守住这个秘密。弟子谨记在心，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泄露一丝一毫。我无话可说。什么？无话可说？那就是认罪了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各位，这个出人自己都认罪了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杀了他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好，所有观众请开始投票，是否支持处死罪人萧青？竟然是100%！女儿啊，你终于可以瞑目了啊！100%，全国的观众都同意了，那还等什么？处死这个人渣！杀了他！这是安乐死用的注射剂，一针下去，这个畜生就能给他害死的人偿命了。爸妈，不孝子萧青来陪你们了。等一下！萧总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他还要给他求情？萧总，你别在这个时候心软呀！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要给他求情，我只是想再问他一个问题，一个困扰了我10多年的问题。什么？潇湘，你想问什么？萧青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是我最崇拜的哥哥，你是村里第1个大学生，还是清北大学保送生，所有人都在夸你。可你呢？为什么要辍学？为什么要上山当道士？你葬送自己的前途，害了我们一家，害死了20多条无辜的人命。我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干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啊？这还能有什么原因啊？当然是他心思歹毒，又蠢又坏呗。萧总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想听他亲口告诉我。不能说。你济世救人之事，切不可泄露半分。轻则损身折寿，重则祸乱众生。就算被千夫所指，被万人唾弃，你也要守住这个秘密。不能说，我不能说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气死我了！萧青，你们杀了我吧！混蛋！什么？太狂妄了！害死这么多人，一句解释都没有！萧总，您听到了，这个畜生竟然毫无悔意，赶快让他去死吧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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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萧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萧总，还等什么？这种畜生早死早超生！我突然觉得，让他就这么死了，太便宜他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要对他进行记忆审判。记忆审判？那不是军方最残忍的刑罚吗？听说这种方式堪比凌迟处死，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，让犯人生不如死。不要！好，这种方式好啊！萧总原来是要大义灭亲啊！我同意。这个法子好，不能让他死得这么轻松。不行，我的记忆不能泄露，绝对不能。这件事由不得你。大家投票表决吧，请选择是执行死刑，还是进行记忆审判。投票结果：进行记忆审判。不行，
不行，丞相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！怎么，怕了？你不是不怕死吗？你不是说没有为什么吗？萧晴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要看看你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丞相，哥求你，真的不能，会出事的。他好像是真的很怕。他连死都不怕，为什么会怕我们看到他的记忆？现在知道求我了，晚了！把东西拿上来。哼，不要，不要！这就是记忆提取器。是的，这是军方研发的第3代记忆提取器。只要把头套固定在头部，钢针插入大脑皮层，连接电极，就能将人脑中的记忆片段转化为影像，实时播放。开始吧。不要，不要！放开我！丞相，丞相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会后悔的！不！丞相，丞相，你醒醒！哥在这儿，哥带你回家。你别吓哥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哥，哥给你买糖葫芦，哥陪你上学，你醒醒！道长，您快看看，这孩子已经走了。道长，求您救救我妹妹，我跟您磕头。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萧青。萧青，你天生至尊命格，本非凡人。若你愿意，倒有一条路，或许可以救他。什么路？道长您说，我什么都愿意。道长，您真有办法？办法是有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说。你要加入门下，拜我为师，从此弃学从道，随我上山修行。什么？让他当道士？道长，这孩子可是我们村唯一的大学生啊，还是清北保送生。这马上就要开学了，你让他放弃大好前程去当个穷道士，这怎么行啊？所以我让他自己选。小青，你听好了，入我道门，不仅要放弃学业，放弃世俗的一切，还要穿破旧道袍，住深山老林，吃一辈子粗茶淡饭。从此以后，六亲缘薄，孤独终老，不得善终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天哪，这也太感人了吧！这是真的吗？萧青辍学，上山当道士，竟然是为了救我。他当道士是为了救他妹妹潇潇。为了救妹妹，放弃了清北，放弃了保送，放弃了整个人生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曾经溺水身亡了，是他救的我。大家别被这些画面骗了，简直太荒谬了！死人怎么可能复活？难不成真的是萧青给救活的？不可能！给我加大电量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把我复活的。是。不要再看下去了。急急如律令。小青，你听好了，从这里往北10里外有片乱葬岗，是阴气最重的地方。你要在子时之前赤脚赶到那里，一路呼喊你妹妹的名字，一直喊到天亮。好，师傅，我这就去。你要记住，路上绝不能停。你若停下，不仅救不了她，你自己也会死。是，弟子谨记。小香，妹妹你回来！妹妹刚刚回家，香香。
让开！我要去救我妹妹！啊！我的妈呀！我要去救我妹妹！不能停，停了，妹妹会出事。滚开！回家，想想，快回来吧。他被狼咬成那样，还在坚持。10里路，他就这么血肉模糊爬回来的。他那时候还是个10多岁的孩子。原来这就是他离家出走、上山求道的真相吗？为什么他从来不肯提起呢？够了，这画面确实感人，但你们动脑子想想，喊魂就能把人喊活过来吗？他明明就是年少无知，被那个老道士坑害了。这确实不合科学逻辑。那为什么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？少走！这还用想吗？说明你当时根本就没有死，或者只是假死。他们这群蠢货没有察觉，以为你死了，所以才会上这个老道士的当啊！而且你想想，如果他真的有良心，为什么10年来都没下山看过你们？对，你说的对，他10年都没回过家。小青，你知道你走后的那10年，我们一家人都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天我来告诉你吧，你曾经也是我最敬仰的哥哥，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全家人的希望。青儿考上了，真的考上了，清北大学全村第1个大学生。我儿子有出息了，我儿子要光宗耀祖了。哥哥太棒了！小青啊，你养了个好儿子，以后你们家就发达了。小青，以后可别忘了咱们村啊！来，坐。这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了，够青儿交学费了吧？青儿，你好好念书，别惦记家里。等你出息了，咱们家就熬出来了。爸妈，我一定好好念书，将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那时候我们家虽然穷，但是有盼头。我哥是我们全家的骄傲，是我爸妈的命根子，是我从小到大最崇拜的人。所有人都说我们家要翻身了，但没想到他转头就摧毁了这个家所有的希望。爸妈，我要求道5年。啥叫求道？啥叫5年？青儿咋了？他不要我们了，儿子不要我们了。爸为了找你摔断了双腿。他爹，你别学，雨太大了。我一定要找到他，我一定要把青儿找回来。儿啊！他躺在床上成了废人。青儿，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还是：找到青儿了吗？更可怜的是妈，自从你消失，她好像疯了一样，在村口逢人就问：小伙子，你见过这孩子吗？你见到我儿子了吗？高高的，瘦瘦的。每到晚上，他就看着你的照片哭到眼神浑浊，哭到双目失明。他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走，为什么要抛弃生你养你的父母。嫂子，别等了，我看萧青不会回来了。养了10多年，养出个白眼狼。就是白养了这么多年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还不如养条狗。瞎婆子，你儿子不要你了。不会的，他会回来的。我儿子不会不要我的。而我也因为你的离开，在村里受尽欺辱。以前有你哥护着你，现在看谁还帮你！给我打！
直到他的出现，是他把我们一家从地狱里拉了回来。啊！谁啊？天哪！望尘，他是什么人？我也没见过他，他也从没跟我说过他的真实身份，就是这么一个陌生人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写信鼓励我，捐款给我爸妈治疗，资助我念书。可以说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潇湘。望尘哥哥，你在看今天的直播吗？我想对你说，谢谢你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你赐予的。各位，如果你们能提供关于他的信息和线索，我愿意出1000万、1个亿都行。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姑娘啊！人和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亲哥把一个家庭害成这样，一个陌生人却愿意默默付出，把他从深渊里拉回来，还不留性命。这个望尘到底是什么人？这种大善人一定要找出来啊！比萧青这种人渣强10000倍不止。孽债，真是孽债呀！你找了10年的望尘，就在你眼前呢。老头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其实，这个望尘就是萧青的孩子啊。什么？你说望尘就是萧青？那为什么他不直接暴露身份，告诉潇湘啊？因为他不能。不能？为什么不能？老婆子，你知道这些年萧青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这孩子也不容易呀。谁呀？萧青。村长，求您帮我个忙。孩子，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！村长，你也知道我爸腿断了，我妈眼睛快瞎了，香香还小，我求您帮我照顾他们。你自己为啥不回去？你回去一趟比什么都强。我不能回去。啥？村长，您别问了，我只求您帮我给他们送钱。我这里有一点钱，你帮我转给他们，别说是我给的，就说是一个好心人。孩子，你这是卖血换的。村长，山东道观清贫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好，我帮你，你快起来。谢谢村长。自那以后，萧青每个月都会想方设法攒一笔钱，让我转交给他妹妹，以望尘的名义。望尘就是他的道号，明明有家，他却不能回，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的父母，他的妹妹，用这种方式默默帮助他们。你说你这么不小心呢？腿都瘸了，还干什么活呀？今天医院人手不够，家属先帮忙把人抬进去。你们儿子呢？让你们家儿子来帮忙。张护士，我儿子不在。不在？去哪儿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来，我能行。要是青儿在就好了，他力气大了，他肯定能帮上忙。别说了，现在提那个没良心的干嘛？他跑了，他不要我们了，把摔成这样，他在哪儿？他死了，就当没这个人。香香，你别这样，他毕竟是你哥。他不是我哥，我没有这种哥，我恨他一辈子。对不起，爸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香香，对不起，哥让你受苦了。我很好奇，我和家人受苦受难的那10年，这个人渣到底在干什么？
继续审判吧。萧总，现在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快到极限了，再继续审判下去，可能会出人命。出人命？那不正好吗？这都是他的报应。萧总，继续。够了，住手！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要再作恶了，不要再折磨他了。村长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没有作恶，我们在惩治坏人。萧青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不，他不是坏人，他不是。孩子，对不起，今天老头子要食言了，老头子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啊！村长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明明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？潇湘，你不是一直在找望尘吗？找了10年。村长，你知道望尘是谁？你快告诉我，我要当面感谢他。没有他，我早就死了。孩子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希望你知道真相之后能饶他一命。村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找了10年的救命恩人，那个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把你拉出来的人，就是他，你的亲哥萧青啊！什么？萧青就是望尘？这怎么可能？老东西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萧青怎么可能是望尘呢？他作恶多端，害了那么多人。你们不信？好，我给你们看证据。这是龙虎山的弟子玉佩，你们看，正面刻着龙虎山，反面刻着望尘。望尘就是萧青的道号。他真的是望尘吗？是啊，难道真的是他？这些信是你当年写给望尘的，你最绝望的时候，你每次想放弃的时候，你都写信给他，每一封他都留着。写了这么多信，他真的好这是10年前的银行转账单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转账人就是你的亲哥萧青啊！不可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找了10年的恩人，怎么会是他？香香，你没看错，你找了10年的恩人，就在你眼前。他每个月给你打钱，他自己却穷得卖血。他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能要他的命啊？萧总啊，这也太荒谬了！既然他要害你，又怎么可能会救你呢？我看这老东西也多半是被萧青蛊惑了，不知道从哪找来这些东西，假冒你的恩人呢。确实说不过去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看了才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把他拉开，我要亲眼看看他脑中的真相。是。不！萧青，今日你入我门下，为师赐你道号望尘。望尘，望尘即忘却红尘，斩断尘世纠葛。你为救妹妹逆天改命，已是犯了天道大忌。从今往后，你能不见的人就最好别见，能不想的事儿最好别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护住你自己，也保住你想护的人。师父，那我妹妹，我还能见她吗？见一次折寿10年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弟子明白了。萧湘有难，命不久矣。望尘，你要去哪儿？师父，我妹妹有难，我必须下山救她。你忘了当初答应过我什么？能不见的人就不见，能不想的事儿就不想。你妹妹，你已经救过一次了，
那是他的命，你替他逆天改命，已经犯了天道大忌。再去一次，你会死的。师傅，我知道，可那是我亲妹妹，我从小背着她长大，她一声声喊我哥哥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她死？师傅，求你了，放我下山吧，我求你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一去，你会经历什么？我不怕。山下有妖魔鬼怪等着你，你会遭受万人唾骂，最爱的人会对你恨之入骨，你会被当成疯子、神棍、杀人犯，你会生不如死。我不怕，只要能救他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赤儿，赤儿啊！师傅，你是我这辈子最引以为豪的弟子，也是我唯一的弟子。师傅，你此去必将经历万般磨难，妖魔鬼怪要阻你，魑魅魍魉要杀你，没有我这一身功力，你难逃魔爪。师傅，你干什么？不！望尘，为师修道60年，一身功力今日全部传你。你此去下山，要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，匡扶正义。师傅不要，你会死的！别动，为师活够了，但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望尘，记住为师的话，修道之人护的是苍生，无论世人如何误解你、唾骂你、伤害你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。你这一生注定孤独，注定不被理解，注定要被最爱的人恨一辈子。但是只要能护住你想护之人，绝了！师傅，师傅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啊！不，是你成全了为师，让为师这辈子收了个好徒弟，我这辈子也值了。师傅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我一定会弘扬道门精神，斩妖除魔，匡扶正义，守护天下苍生。原来他身上竟然背负了这么多。他师父为了他，把命都给了他。他下山是为了救妹妹，可妹妹竟然恨了他一辈子。所以，萧青真的就是望尘，他为了我下山。付出了这么多，够了！你们都被这些画面骗了，什么师父传功，什么斩妖除魔，什么守护苍生，全是假的，是编出来的。假的？假的？我问你们，他师父说他有一身修为，那他修为在哪儿呢？他要真有本事，怎么会被我们轻而易举的抓住？怎么会被绑在这里像条死狗一样被审判？对呀，要是他真是个有修为的高人，怎么可能会轻轻松松就被抓住了？对呀，这说不过去啊！难道这也是那老道士演出来骗他的？但是他的身份……萧总，就算他是望尘，那又怎么样？什么？他作为你的哥哥，作为家里的独子，他给家里寄钱，那是他欠的，那是他应该做的。而且，小总，他要是真爱你，为什么要让你受苦这么多年？为什么要让你一个人扛起那个家？还有，你忘了10年前那场大火吗？他把你锁在屋里放火烧你，那些伤疤现在还留在你身上，那些痛苦你忘得了吗？那件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谁啊？哥，你回来了。香香，已经长这么大了。哥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考上清北大学了，今天就要去报到。香香，你今天要走？对啊，今天就要去报到，车票都订好了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什么？
我说你不能去，不准去！哥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是清北大学，全国最好的大学，我好不容易考上的。我没开玩笑。凭什么？哥，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？你走之后，爸去找你摔断了腿，妈等你等瞎了眼，我一个人撑起这个家，一边照顾他们，一边念书。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走10几里山路去上学，我从来没叫过苦，告诉自己只要考上好大学，就能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你凭什么不让我去？凭什么？香香，哥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你10年不回家，让爸妈受尽委屈，叫为我好。你现在拦着我不让我去上大学，叫为我好。你干什么？香香，对不起。你个混蛋！你知不知道那是我10年的心血？你知不知道那是爸妈的命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个疯子！放开我！香香，别怪哥。这就是他留给我的。10年了，每天晚上我都能梦见那场火，梦见那个背影。我恨了他10年，恨不得他死。不是这样的，小青，他是为了救你呀！撕毁了我的通知书，纵火行凶，把我烧成这样，这是为了救我。继续提拳。是。我要看到他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。哎呀！放我出去！小青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妹妹考上清北，那是天大的喜事儿，你把她锁起来干什么？村长，我不能让她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今天有一劫。劫？什么劫？10年前，她溺水死了，我替她逆天改命，强行续了10年的命。今天是10年的最后一天，老天爷要来收她的命了。什么？我在屋外布下了结界，只要她不出来，或许能躲过今日的天谴。天谴？你是说，老天爷要劈他？来了！我的天，这天道在上，弟子萧青10年前逆天改命，今日结束一职，弟子愿以身赴死，替我妹妹扛下这滔天劫难。萧青，你要干嘛？天道若罚，罚我一人；天道若诛，诛我萧青。弟子愿以血肉之躯扛天雷，以3魂7魄换他平安。给我挡住！不！萧青，不要过来！来啊！
够了，够了，孩子，你会死的。死就死了，只要他能活。萧青，萧青，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别管我，去救他。可是你去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着火了！救命啊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所以，这才是真相。他竟然用肉身硬扛了3道天雷，这怎么可能？人怎么可能扛得住天雷？他被劈得浑身焦黑，血肉模糊，看起来不像是假的。难道这世上真有天谴之说？所以，他撕了我的通知书，把我锁进屋里，是为了救我。他不让我出去，是怕我被天雷劈到。没错，潇湘，这才是真相啊！他是你亲哥，怎么可能会去毁掉你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要是没有萧青，你能从这3道天雷中活过来吗？是他救了你的命啊！这也太扯了，连天谴都出来了。这是21世纪，在座的都是接受过科学教育的，你们真的相信这世上存在天谴吗？但是萧青的记忆不会有假，而且他被雷劈了，竟然没出事。好，既然他说这是天谴，那大家看看这份资料，这是8年前七星尊雷暴天气的完整记录。资料显示，那就是一场普通的雷暴，跟什么天谴逆天改命没有半毛钱关系。而且根据历年医学报告，人被雷劈死亡率不过也就是10%，有的人甚至昏迷几天就醒了。这一段记忆根本不能说明萧青救了你，用身体扛天雷，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愚昧至极的蠢货。萧总，你好好想想，萧青真的是为了救你吗？他撕了你的通知书，烧了你的家，把你烧成重伤，这是一个哥哥应该做的事情吗？不是的，小香，你哥真的是为了救你呀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村长，你确定你看到的就是真相吗？你懂科学吗？你懂医学吗？各位，七星村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落后的村子，这就是他们村的风气，愚昧无知，迷信玄学。萧青是这样，村长也是这样。说的有道理，这种穷乡僻壤的人最信这些玄乎的东西了。看来都是巧合，被雷劈了，确实也不一定会死。而且，各位，你们知道萧青最大的罪行是什么吗？是杀人。萧总，村长，你们还记得吧？萧青是怎么成为通缉犯的？他第一次杀人就是在你们七星村，当着全村的人手刃了享誉全国的大慈善家宋元德宋老爷子。宋元德宋老爷子，全国知名企业家，捐赠修建了100多座学校，资助5万多名贫困生，修路建桥，救灾扶贫，一生行善，被大伙尊为在世活佛。萧总，宋老爷子更是对你恩重如山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忘。他的大恩大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宋伯伯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。这什么时候到啊？盼了好久了。来了。老村长，从今天起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七星村的村民过上好日子。我宋元德说到做到。宋先生，你真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呐！我们七星村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你的。欢迎，谢谢。好哎，来到我们村，好人们，欢迎，谢谢。孩子们，你们很快就能在新教室里读书了。等公路修好了，你们父母也能去城里做生意了。等旅游基地修好，大家都有钱赚，以后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好，感谢宋老先生。好，感谢宋老先生。宋爷爷，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？因为
你们值得。宋老先生真是活菩萨呀！我们村终于有盼头了。老肖啊，宋先生要在咱们村搞大项目，修公路、建学校、搞旅游基地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咱们村的娃娃不用再走几10里山路上学了。我们村儿终于能富起来了。这是造福全村的大好事啊！不过我刚才看了项目规划，最主要的项目用地刚好在你们肖家的祖坟上。宋先生的意思是，你们能不能把坟地迁了？迁坟？那可是我们肖家的祖坟呢，都100多年了。老肖啊，宋先生说了，迁坟的费用他全包了，而且迁到一个风水宝地上，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保你们肖家世代兴旺。而且呀，老肖，你好好想想，等公路、学校修好了，全村人都过上了好日子，你们肖家是要上功德碑的。你们祖宗在天之灵看到了后代们能过上好日子，他们也会高兴的。爸，村长说的没错，这是造福全村的大好事，相信祖上不会怪罪的。好，为了全村，为了大家伙，我们迁。老肖，我替全村人谢谢你，你们肖家是最大的功臣。宋先生对大家这么好，我们家不能拖后腿。宋先生，您这是？老弟，你们为了村里的项目做了那么大的牺牲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这不成，我们不能收。老弟，你们家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们那个不学无术的神棍儿子离家出走，烧了你们的房子，毁了乡下的前途，好端端的一个家变成这个样子。不过以后不一样了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家人。小香，我会给你找最顶尖的医疗团队，给你们盖新房子，给香香安排工作。宋先生，谢谢你啊！孩子，快起来，以后跟着宋伯伯，谁也不敢再欺负你。谢谢宋伯伯，我们家终于有救了。在宋伯伯的帮助下，我的伤很快好起来了。丫头，手术很成功，你比之前还漂亮。我们也有了新房子。还满意吧？满意，太满意了！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能住进这样的房子。谢谢宋伯伯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呀？宋伯伯还把我招到公司，让我当项目总监，开出100万年薪，让我负责村里的建设项目。香香这丫头出息了。真是苦尽甘来了。年纪轻轻就能年薪100万，萧家祖坟冒青烟了。全村人都笼罩在要过上好日子的喜悦里，直到他再次出现，不仅毁了全村人的希望，更是犯下滔天罪行。乡亲们，我宣布，七星村项目从今天起正式启动。从此以后，七星村的路都是平坦大路，
七星村的孩子都有书念，大伙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是萧青。青儿，萧青，你怎么来了？萧青，你坐上面干什么？赶快下来，别耽误了结识。萧家的坟不能迁，这块地也不能动。萧青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这项目是造福全村的大好事儿，你爸妈都同意了，全村人都指望这个项目脱贫致富呢。你快下来！造福全村，这个老东西告诉你们的。逆子，你还敢对宋先生不敬？快给我下来！宋先生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你要是敢坏他的好事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哥，你快下来吧，现在不是你胡闹的时候。我没有胡闹，这块地不能动。逆子啊，给我下来呀！萧青，爸妈都同意了，全村人都同意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动？你知道宋伯伯为我们做了什么吗？他治好了我的脸，他给我们盖了新房子，他给了我们新的生活，他是我们的恩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跟他作对？潇潇，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。为了我们好，上次你纵火行凶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萧青，你行行好，快下来吧，我们全村人都指望着这个项目呢。小青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当年离家出走，你爸妈差点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害人精，害了你全家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来耽误全村人的前程吗？下来！下来！我看谁敢！小青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宋元德，今天有我在这里，你休想得逞！你想阻止我？小青，我现在是七星村的大恩人，是你妹妹的宋伯伯，是你全家的救命恩人。你呢？一个离家出走的神棍，一个人人嫌弃的臭道士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？你为你妹妹做过什么？你又为全村人做过什么？小青，求求你，快走吧！宋伯伯才是我们的家人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要再出现了，你的出现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和灾难。听到了吗？还不快滚！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！你妹妹这辈子最恨的人就是你。宋元德，你今天必须死！宋元德，你今天必须死！干嘛？小青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大夏最大的大善人，你敢动我，就是与天下人为敌。小青，你疯了！你快住手啊！放开宋伯伯，他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小青，你别冲动啊！宋先生是好人呐，他对我们村恩重如山。你要是杀了他，那就是恩将仇报啊！小青，我求你了，放开宋先生，他给我们修路，给我们建学校，你不能动他呀！你个混账东西！你是不是想让我们世世代代都穷下去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们好？逆子，你要是敢伤害宋先生，不如先把我一起杀了吧！臭道士，我才不信你敢动我！你不过就是一个人人嫌弃的过街老鼠，真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吗？等你走了，这些人还有你最疼爱的妹妹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！一个畜生！这是宋伯伯，杀人了！小青，走，快走啊！潇潇，小青，你往日所作所为我都可以原谅，但是今日弑亲之仇不共戴天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你的妹妹，我们恩断义绝。不，潇潇，走啊！小青，你等着，终有一天，我会亲手将你抓捕，让你替宋伯伯偿命。
我潇湘说到做到，给我等着！各位，听到了吗？萧青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杀了宋元德宋老爷子，众目睽睽，铁证如山。宋老爷子可是大善人啊，连他都杀，简直太没人性了！这种人渣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对，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审判的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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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萧总，我看记忆审判就到此为止，给他一个痛快。好。潇湘，萧青这么做肯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，你要相信他。村长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萧青是杀人犯，你竟然还替他说话！村长，全村上百人亲眼看到的，是萧青动手杀的宋伯伯，再怎么解释，都无法改变他的杀人事实。村长，你说他有苦衷，那你倒是说说看。他能有什么苦衷才会对一个大慈善家痛下杀手？宋老爷子到底是哪点对不起你们七星村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他。萧青从小就是个好孩子，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杀人行凶。不知道？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？你拿什么相信他？拿你的愚昧无知，拿你老糊涂的脑子吗？我建议，立刻公开处死萧青，给宋老爷子，给所有受害者一个交代。小姐，咱们为啥要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看风水？还有这破土坟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破土坟？赵叔，你在武刚家待了这么多年，就学了这点眼力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看这山水的走势，东边有山，形如卧龙；西边有水，环抱如带，水流缓缓，不急不躁，这叫山环水抱。你再看北边的山，巍峨挺拔，南边有明堂，开阔平坦，能容千军万马，这叫藏风聚气。山环水抱必有气，藏风聚气是真龙，这是大夏龙脉的穴位，是整个七星村风水的核心。这块坟埋在这里不是偶然，是千年前的高人点穴而藏。葬在此处者，后人中必出真龙。这么说，这竟然是块风水宝地。这是萧家的祖坟。没错。所以，您刚才说的萧家的真龙，难道就是当今的顶流巨星，和你并称绝代双骄的潇湘？小姐，他可是你的死对头啊！潇湘，他这些年发展势头确实不错，不过这条真龙不是他。不是潇湘，那还能是谁？你好好想想，七星村的萧家就这一条血脉，到今天也就剩兄妹两人，不是潇湘，难道是萧青那个臭道士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萧青怎么可能是真龙？他要是有这么好命，也不至于现在被万众唾骂。他能不能活过今天都是问题。小姐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赵叔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到如今刚刚7个年头。那你应该知道，这7年我测算风水，起卦识人，从未走眼。是，确实没出过错。不过你说萧青是真龙之命，这也……我替萧青哥哥起过卦，他的命格贵不可言。30岁之前，他就应该名满天下；40岁前封侯拜相，一生荣华富贵，万人敬仰。说是人中龙凤，一点也不为过。那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？为什么会躺在审判台上等死？因为他不认命。为了救那个不成器的妹妹，他把自己的命格拆得干干净净。他的荣华富贵，他的长寿安康，万人敬仰，都给了潇湘，那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。所以，您的意思是，潇湘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拿萧青的命换的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潇湘凭什么？
他为了这个妹妹逆天行事，背上杀人犯的罪名，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，而这个妹妹竟然恨不得他死。哼，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小姐，关于宋元德、宋家的资料全都收集好了，果然和你推算的一样。果然如此，宋元德这个老狐狸藏得够深的。走吧，咱们出发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审判现场，替萧青哥哥证明。什么？小姐，万万不可！萧青现在是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、杀人犯，你要替他作证？没错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小姐，你要是替萧青作证，就等于公开和宋家为敌。而且您和萧强同是娱乐圈的顶流天后，您这一出面，就等于和他公开决裂。那又如何？小姐，萧青现在可以说是全民公敌，你要是和他沾上关系，您的代言、您的戏、您的歌，全都会受影响，说不定还会被全网封杀，甚至毁了您的演艺事业。为了一个臭道士，值得吗？赵叔，你还记得7年前我曾经得过一场怪病吗？记得，当然记得。那年你才16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。那场病来得莫名其妙，你先是浑身无力，然后开始发烧，烧到胡言乱语，甚至有点疯癫。我们请遍了全国的名医、海外的专家、民间的圣手，能请的都请了，可您的病一点起色都没有。其实，那根本不是病。不是病，那是什么？是咒。咒？什么咒？谁下的？谁下的？赵叔，你想想，那时候谁最怕我武庚家崛起？你是说宋家？那段时间，我都以为自己要死了，甚至开始写遗书。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谁？萧青哥哥。他穿着一身破旧道袍，风尘仆仆而来。他跪在我床前，看了我一眼，就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这么说，是萧青帮你解的咒？不是解咒，是他把我体内的咒逼了出来，用自己的身体来承受所有的反噬。那个咒的反噬之力，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减。什么？从那以后，我就能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我开始潜心修道、炼丹，继承武庚家的衣钵，发展家族势力。可以说，没有萧青哥哥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小姐，这些年，我眼睁睁看着他被骂成神棍杀人犯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我躲在豪宅里，吃着山珍海味，享受着万人追捧。而他一个人扛着所有的骂名，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。今天他都要死了，我还能躲吗？小姐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若今日我贪生怕死，见死不救，武庚家何以立足？我武庚流离，何以做人？出发，去审判现场。走了，那个武庚家的小丫头，倒是有几分眼力。武庚家，跳梁小丑罢了，就凭他那点道行，还不够给鬼帝大人塞牙缝的。阴阳逆转，鬼帝现踪，找到鬼帝大人了。没错，鬼帝大人的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这是封印法阵。好强的法力！看来这就是萧青那臭道士耗尽毕生修为布下的封印法阵。鬼帝大人就被封在这下面，而且这个法阵不只是封印鬼帝大人，他还在保护大夏的龙脉。这里就是大夏龙脉的最后一处要穴。萧青那小子把自己当成了守门人，用自己的命镇压住了鬼帝大人，也护住了龙脉。一石二鸟，好算计！一个乳臭未干的臭道士，也敢挡鬼帝大人的路？今天我就让鬼帝大人重见天日！哎呦，给我啪！
怎么可能？我的妖刀竟然劈不开一块石头，连个印子都没有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个法阵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不是蛮力能破的。那怎么办？小幽破煞钉，没错，这是鬼帝大人亲手炼制的法器，九幽破煞钉。每一根钉子都是用999个冤魂的精血祭炼而成，专门破这种封印法阵。蛮力不行，得用巧劲。好，找到法阵阵眼，钉下这9枚破煞钉，不出1个时辰，这法阵就会土崩瓦解。法阵之力开始消散了。1个时辰，只要鬼帝大人出来，就能斩断大夏龙脉。龙脉一断，大夏国运崩塌，天灾人祸遍地烽火。到时候，这万里河山就是我们的了。处死萧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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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死吧，畜生！住手！五更琉璃，五更琉璃，他怎么来了？是五更琉璃！天哪，真的是和萧桑是死对头吗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来了啊？他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他怎么想的？五更琉璃，你来干什么？要是来当观众，请坐在你该坐的地方。我不是来当观众的，我是为他而来的。什么？为他而来？难道他也伤害过他？他是来复仇的。对，他肯定是来指证他的。他这下死定了。五根小姐，您这是？小青哥哥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萧青哥哥，五更琉璃，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我不是来找他复仇的。萧青哥哥是我的恩人，今天有我五更琉璃在，谁也休想再动他一根汗毛。恩人？他说萧青是他的恩人。五更琉璃，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别以为自己有点名气就可以在这里撒泼。我没有胡闹，潇潇，明明是你在这里胡作非为。我胡作非为？我不管你和他之前有什么瓜葛，但是萧青，他是杀人犯，杀了大夏家喻户晓的大慈善家。你替一个杀人犯说话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在和所有人为敌，你会被全网封杀，被万人唾骂。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疯的是你们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他是杀人犯，说他罪大恶极，说他该死。可你们知不知道，他杀的到底是什么人？琉璃小姐，这还用问吗？他杀的是大善人宋元德宋老爷子，还是在上百双眼皮底下动的手。如果我能证明宋元德该死，如果我能证明萧青杀他是在为民除害呢？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宋元德该死！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吧？怎么会呢？善家是大善人啊！雾清琉璃疯了吧？为了一个杀人犯，连宋老都敢污蔑。哥琉璃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宋伯伯是什么人？全国人民都知道，你凭什么污蔑他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个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们都知道，五更家是世代风水师。刚才我去七星村看了风水，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大夏龙脉东起昆仑，贯穿七省，绵延万里，
是大夏国运的根基，而七星村就是这条龙的7寸之处，最脆弱、最致命的地方。龙脉7寸是整个龙脉的命门，一旦被破坏，龙气外泄，天灾人祸将接连不断，洪水、地震、瘟疫、饥荒，方圆百里寸草不生，生灵涂炭。龙脉7寸，宋元德要在七星村建学校，事实上那根本就不是学校，是镇魂钉。每一所学校都是一根钉子钉在龙脉的穴位上，他要修的公路那不是公路，是引煞渠。每一条公路都是一条沟渠，把煞气引向龙脉。他要搞的旅游基地那不是基地，是献祭台。他要在这里献祭活人，用鲜血唤醒地下的邪祟。他要把大夏的国运彻底摧毁。他的真实身份是境外势力的走狗，这就是宋家的狼子野心。什么？宋伯伯是境外势力的走狗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宋老怎么会是那种人？武庚家和宋家向来不对付，他不会是趁机抹黑吧？虽然这图纸看起来挺像回事儿，但谁知道是不是伪造？各位，大家都知道武庚家和宋家向来不对付，两家明争暗斗几十年，而且他还是萧总的死对头。谁知道他今天来这里到底藏着什么心思，还斩龙脉，简直荒谬。武庚琉璃，你不会以为光凭几张图纸就能抹黑宋伯伯，洗清萧青的罪孽吧？潇潇，萧青摊上你这种妹妹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我要是有你这种蠢货妹妹，我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蠢，不光蠢，你还是一头白眼狼。萧青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非但不信，竟然还要他死。难道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宋伯伯真的是不会的。萧总，我看他就是来拖延时间的，咱们还是赶紧动手吧。等一下，武庚琉璃说了这么多，是真是假，我们看了就知道了。我才不信宋伯伯是什么境外势力的走狗，给我继续审判。是。宋先生真是大善人啊，给咱们村建学校，孩子终于不用走几十里山路上学了。是啊，以后孩子们都有书念，咱们村要发达了。这里不能修学校，这里的风水有问题。风水有问题？有什么问题？这是大夏龙脉的一处重要穴位，不能随便在上面动土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龙脉？你谁呀？搁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贫道是龙虎山的修士。啊？龙虎山？这不是隔壁七星村那个神棍吗？对，那个离家出走的臭道士，整天装神弄鬼的。道士？你不在山上修行，来这里干什么？我说的是认真的，这块地不能动，你们赶快停工！停工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知不知道这是宋家的项目啊？啊？宋家？哪个宋家？连宋家都不知道，看来真是山上待久了。滚滚滚！别耽误我们工期。宋先生说了，学校要在开学前建好，耽误了工期你负责吗？乡亲们，今天是我们村的大日子，这所学校是宋先生捐建的，从今以后，咱们的孩子再也不用走几十里山路上学了，再也不用担心没学上了。宋先生真是大善人呐！太好了，我闺女终于能上学了！孩子们，去看看你们的新学校吧。不得进去！快出来！都出来！嗯，
就是这个臭道士，他来干什么？怎么，又来咒我们？上次说学校会塌，不是好好的吗？看来这个道士算的也不准啊，什么都没发生嘛。听我说，这栋楼有问题，随时会塌，快让孩子们出来！道长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这是新修的楼，怎么会塌？孩子！我的天！真的出事了！被萧青说中了。那些孩子还在里面啊！萧青哥哥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说过会出事，他们不听，没有一个人信我。你要进去，太危险了，说不定还有余震，还是等专业救灾人员来吧。等？里面几十条人命，这是能等的吗？小仙！他竟然一个人冲进了地震现场！他不要命了吗？我好疼，救我！别怕，叔叔送你出去。小青哥哥，快出来！墙要塌了！小青哥哥！小青哥哥，你没事吧？给他包扎一下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进去了，小青哥哥。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叔叔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别说傻话，叔叔一定带你出去。我的天哪！这横梁至少得有上千斤重吧？他竟然2只手就抱起来了！这也太夸张了！就算是世界举重冠军，也做不到吧？小青哥哥，你不能进去了，里面随时会塌的。还有孩子在里面。这真的是萧青那个杀人犯，为了一群不认识的陌生孩子，一次又一次往废墟里钻。那里面那么危险，随时随地会坍塌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难道我真的误解他了吗？
人啊，恩人呐！要不是你，我女儿就死在里面了。叔叔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他是英雄，他是英雄。一个道士，居然这么拼命的救人！快跟上！他一个人救了几十个人，我们也不能落后！所有人立刻进城搜救！小杰哥哥，孩子们都没事吧？都没事，你救了他们，你救了所有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一个人救了那么多孩子，连自己的命都不管不顾。他是英雄，他是真正的英雄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你要把他置于死地的好大哥，那个你口口声声说他是杀人犯是神棍的好大哥。不是这样的，他一个人冲进废墟，不要命的救人。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楼板，他用拳头打开混凝土，他在烈火中闯出一条救命的血路。我就知道，老头子没有看错人，而你们却说他是个神棍，是个杀人犯，是个畜生。可你们知不知道，他救了多少人？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？感人，确实感人。我们不能否认萧青做过这些好事，救过人，帮过人，甚至不要命的冲进废墟。但是他也确确实实杀害了宋老爷子，他救再多人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杀人就得偿命。我说了，宋元德他就是个人渣，他该死。萧青是在为民除害。琉璃小姐，你口口声声说宋老爷子是人渣，说他要斩龙脉破坏国运，证据呢？光凭你几句话，一次天灾就能定一个全国闻名的大慈善家的罪吗？我没有更多的证据了，但我相信，在萧青的记忆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切真相。他的记忆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萧青哥哥，你醒了。昏迷了多久？你昏迷了3天3夜，医生说你左腿骨折，肩膀被钢筋刺穿，背上大面积烧伤。我还以为……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琉璃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宋家，宋元德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明面上看，他是闻名全国的慈善家，他捐建了100多所学校，资助了上万名贫困学生，修路建桥救灾扶贫，媒体叫他在世活佛，百姓叫他大善人。大善人会把学校修在那种地方？这是我这段时间搜集的资料。他捐建的那些学校，几乎每一所都出过事，学生跳楼、失踪、意外死亡，大大小小的事故加起来有上百起。最诡异的是，这些事故最后都不了了之。128所学校，128根镇魂钉钉在大夏的龙脉上，他要钉死龙脉，毁掉大夏的国运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这128所学校是钉在大夏龙脉上的镇魂钉？没错，最后一所学校在哪里？七星村。什么？七星村那是我的家，我必须阻止他。萧青哥哥，你别冲动啊！我不能让他得逞。七星村是我的家，我爸妈在哪里？我妹妹在哪里？而且要是真的让他钉死了龙脉，大夏国运崩塌，将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他是宋家有权有势，宋元德身边高手如云，你去了就是送死。那也要去。他一
一个人去找宋家的老巢？他不要命了！宋元德呢？让他出来！臭道士，你也配见宋总？给我上！他一个人打20多个，2分钟就解决了。他的实力竟然这么强！他真的是一个神棍吗？臭道士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上课，找死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还要打吗？他赢了！他一个人打赢了10多个东瀛武士，那些武士根本不是对手。萧青，为什么会这么厉害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有意思，一个道士能走到这里，确实有点本事。宋元德在哪里？叫他出来。想见宋总，先过了这关吧。阴阳师，他是阴阳师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阴阳师的存在？阴阳师？那不是传说中的东瀛修士吗？世上竟然真的有阴阳师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宋伯伯的家里？萧青，还能打得过他吗？弑神地狱拳！我的天！关我！臭道士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五雷正法，天雷音！啊！五雷正法，那是龙虎山秘术，他竟然会龙虎山秘术，这怎么可能？所以，他根本就不是神棍，他是道门正统龙虎山天师。什么？萧青是道门正统龙虎山天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没有看错，五雷正法是龙虎山的不传秘术，萧青的真实身份就是龙虎山当代天师。我的天！萧青是道门天师，他真的会道法，所以之前的一切替我逆天改命承受天谴被雷劈，那些都是真的。小香，现在你信了吧？有点意思，不过这才是开始。小绝秘术幽冥腾玉，还想跑？五雷正法掌心雷！啊！
八个，你惹怒我了！九军秘书，八岐大蛇。八岐大人是东瀛国的上古神兽，小青，你死定了！八岐大蛇，传说中的上古神兽。小青能打得过吗？八岐大人，给我杀了他！一条臭蛇也敢妄称神兽？臭蛇，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兽！九天御龙诀，神龙现世！这怎么可能？神龙，他召唤出了九天神龙！陆许山真的有御龙秘术，这才是华夏道法，这才是真正的华夏道法！不可能！八岐大人是无敌的！在我大夏道法面前，你们东瀛的歪门邪道不堪一击！给我灭！输了，八岐大人输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小青赢了！大夏道法万岁！龙虎山万岁！这才是真正的道家天使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夏英雄。厉害，真是厉害！几十个特种部队出身的保镖，10多个东瀛武士，9局流派的掌门天师都拦不住你，连八岐大蛇都被你灭了。宋元德，解释一下吧，这128根镇魂钉。没想到我密谋了这么多年的计划，竟然也被你识破了。他承认了，那100多所学校真的是钉在大夏龙脉上的镇魂钉。宋元德这个狗贼，他真的是境外势力的走狗。他打这座慈善的谎，破坏大夏龙脉，毁了大夏的国运。所以，都是真的。宋元德真的是坏人，小青说的都是真的。道士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加入我们，跟着鬼帝大人干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你要多大的官儿给多大的官儿。以你的本事，肯定能出人头地的。你要收买我？等我们站稳了脚跟，你就是头号功臣。到时候这大夏的天下也有你一份。你让我背叛自己的国家，背叛自己的同胞？国家、同胞，他们给了你什么？他们信你吗？你救了那么多人，有人感谢过你吗？你妹妹恨你，你父母骂你，全村人驱逐你，你为他们拼命，他们把你当疯子，值得吗？值得。以为用金钱地位就能收买我？我大夏男儿，顶天立地，就算是被天下人辱骂误解，我也绝不叛国。蠢货！倒是你宋元德，勾结境外贼人，坏我大夏龙脉。今天贫道就替天行道。你要杀我？你这种吃里扒外的狗腿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别急，先看看这个。香香，他怎么会在你这里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
你的好妹妹现在是我的干女儿，而且她马上要成为我们公司的核心成员。什么？萧青，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你妹妹的命现在就在我手里，你敢动我一下，她马上就会替我陪葬。要不你试试？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太过分了！太卑鄙了！竟然拿妹妹的性命去胁迫威胁别人，简直无耻至极！宋元德这个畜生，所作所为简直丧尽天良，令人不齿。怎么，你不是挺能打吗？怎么不动了？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来呀，动手啊！看来你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嘛。你有软肋，你妹妹就是你的软肋。给我跪下！打伤了我那么多手下，先让他还点利息。不能还手，妹妹还在他们手上。哥，不，你还手啊！你别管我，你还手啊！你还手啊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刚才不是挺威风吗？一个人打败我几十个保镖，现在呢，还不是像条狗一样跪在地上？宋元德，放了我妹妹！现在知道求我了？给我吃了它！这是……臭道士，你不是求我放过你妹妹吗？给你一个机会，这是7日断魂散。服下之后，前3天浑身如万亿噬骨，痛不欲生；中间2天七窍流血，五脏俱焚；最后2天魂魄消散，形神俱灭。7日之后，必死无疑。7日断魂散，好狠毒的药！哥，不要吃！你别管我，你别吃！吃了它，我就放过你妹妹；不吃，她现在就死，你自己选。怎么不敢？刚才不是挺硬气吗？不是说要保护你妹妹吗？连这点勇气都没有。我吃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不许伤害她。放心，我对你妹妹没兴趣，我只要你死。不要！他吃了，他真的吃了。为了妹妹，他连命都不要了。先关起来吧，等我处理完七星村的事儿，再来给他收尸。哥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小青哥哥。是7日断魂散。什么？7日断魂散？谁给你下的毒？是我自己吃的。什么？你自己吃的？你疯了？小夏在他们手上，我不吃。
他就要死。你真是全天下最傻的傻子！为了那个萧夏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！快把他带走，用5个加秘方给萧晴哥哥解毒。毒终于排出来了，幸好我来得及时，再晚1个时辰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琉璃，谢谢你。别说这些了，你知不知道，今天就是七星村的动土仪式，潇湘和宋元德亲自主持。什么？今天？对，就在今天上午。小青，你要干什么？宋元德必须死，他一天不死，我一天不能安心，绝不能让这种毒蛇留在潇湘身边。等一下，小青，你别冲动。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他是大善人，我们没有证据。你要是现在杀了他，你会成为通缉犯，你会被全天下人追杀，你这一辈子就完了。琉璃，我知道，但是七星村有我的家人，我可以成为通缉犯，被全天下追杀，但他们绝对不能有事。小青，但是你妹妹呢？她现在把宋元德当作救命恩人，甚至做了他的干女儿。你杀了她，她会恨你一辈子的。那就让她恨吧。小香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才是宋元德的真面目。这一切的真相你们都看到了吗？他为了你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，替你挡天灾，被雷劈，吃毒药。即使不被天下人理解，他还是义无反顾。他为了保护你，保护七星村的百姓，杀了宋元德，沦为通缉犯。而你却一而再，再而三要置他于死地。他说的有道理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可我真的不知道你竟然为我付出了这么多。既然萧青真的这么厉害，那天七星村的大巴车为什么会在他的眼皮底下出事？你们说他是天师，他有那么高的道行，那他肯定可以轻松救下那辆坠崖的大巴。为什么他要眼睁睁看着一车20多条人命葬身悬崖？更何况车上还有他的亲生父母。五更琉璃，你不是说他道行很高吗？但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保护不了，算什么天使？算什么英雄？我也不知道。杀了宋元德之后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按道理说，以萧青的实力，明明可以拦下那辆出事的大巴，但他为什么要眼睁睁看着一车20多条人命葬身悬崖？我也不能理解。更何况车上还有他的亲生父母。对啊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救自己的父母？这说不通啊！难道还有什么隐情？哥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救爸妈？你那么厉害，为什么？对不起，妈，对不起。宋元德只是一个傀儡，他背后还有人。那个东瀛鬼帝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必须将他斩杀，才能彻底粉碎他的阴谋。都去死！杀吧，越多越好。本地的功力马上就要恢复了。来了。
好一个风水宝地，灵气如此充沛。若是血祭此地，本地的功力绝对能达到巅峰状态。魔头，还不现形？这是龙虎山的镇国界。青阳子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师父。青阳子那个老东西，当年阻碍了本地的千秋大计。本地今日卷土重来，就是要血祭七星村，恢复功力，斩断大夏龙脉。痴心妄想！五雷阵法！小子，你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你真以为你能拦住本地？来得正好，本地正愁没有祭品。妈，这个魔头他在干什么？他控制了那2辆车的司机。我的天，这车速这么快，马上要坠崖了！萧青呢？他不是天师吗？快出手救人啊！爸妈，别怕，我这就来救你们。萧青，你确定要去救他们吗？一个油罐车和几十条人命，孰轻孰重，我当然分得清。你真的分得清吗？要不你再好好算算。什么？不对，算明白了吗？那上面是上百吨液化石油气，坠崖之后在水坝上引发爆炸，造成的后果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看来你都看到了，那辆油罐车里装了上百吨液化石油气。等会儿我们就能欣赏到漂亮的蘑菇云了。你个畜生！水坝崩塌，这上面几百万方的水倾泻而下，几十万条人命，到时候都会化作本地的养分。本地的功力不仅能恢复巅峰，还能更上一层楼。好，这怎么会这样？这下面是几十万条人命。这个东瀛鬼帝简直就不是人！让萧青做这种选择，这要怎么选啊？大巴车上有萧青的父母啊！他该怎么办？青儿，以后在学校要好好读书，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的。青儿，不管多远，记得回家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我们！师父，师父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一边是我爸妈，一边是几十万条人命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徒儿，修道之人，护的是苍生。师父，你入道门那天，为师就告诉过你，修道之人
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天下人而活。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，你的选择关系着千万人的生死。我记住了。爸，儿子不想，儿子对不起你们。所以，这才是他们要救自己父母的真相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为了救那几10万人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父母坠崖。他一个人竟然背负了这么多，还有被误解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香香，对不起，是哥害死了爸妈，是哥没有救他们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才是那个罪人。我恨了你那么多年，我骂了你那么多年，我不知道你一个人扛了那么多。小青，对不起，原来你为大家做了这么多事儿，牺牲了这么多。对不起，我们都错怪你了。不怪你们，不怪你们。小青哥哥，后来呢？你为什么会修为尽失？你当年那么厉害，为什么现在一点修为都没了？后来我一路追上那个魔头，他逃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，追了整整7年，终于在前不久，我部下大人将他彻底封印，不过代价就是耗尽毕生修为。用尽毕生修为封印了那个魔头？小青道长了不起啊，他救了千万人，封印了魔头，护住了大夏龙脉。各位观众，经过记忆提取，我们已经清楚了所有的真相。萧青不是罪人，他是英雄，他救了无数人，护住了大夏龙脉，封印了东瀛鬼地，他是国之英雄。好，是英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鬼帝大人怎么会被一个臭道士封印？他是不死不灭的，不可能！臭道士！去死！都去死！鬼帝大人是不死不灭的。他疯了吗？各位，这个人不只是一个受害者家属，他是宋元德的走狗，是东瀛安插在大夏的间谍。什么？张建业是间谍？所以他一直在演戏，煽动我们。这是东瀛鬼帝的信物。宋元德死后，他继续执行鬼帝的计划，煽动舆论，让你们处死萧青。张建业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鬼帝大人是神，是万鬼之尊，你们终将受死！呸！东瀛走狗，枉我大夏之心不死！杀了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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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地震了吗？这股气息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将它封印了。终于破了！鬼帝大人要出来了！本帝终于回来啦！我的封印破了，鬼帝回来了。什么？那个魔头回来了！这下怎么办？萧道长现在功力尽失，谁还能是他的对手？
那个魔头，他要血祭七星村。什么？要是真让他血祭七星村，恢复了巅峰修为，到时候大夏龙脉岌岌可危，势必又要生灵涂炭。琉璃，帮我！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们武庚家有一种燃魂秘法，能在短时间内让我的功力恢复到100%。武庚家还有这种秘法？能让修为尽失的人恢复功力？不行，小青哥哥，你不能用那个。琉璃，求你了，现在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你知道那种秘法的代价是什么吗？那是燃烧你的精魄，耗尽你仅存的生命力。燃烧精魄，耗尽生命力？那这是必死无疑呀！不，哥，不行，你不能用那个秘法，你会死的。想想，哥知道，但那妖魔不死，死的人只会更多。琉璃，动手吧。不要！好，我帮你。哥，快住手啊！他的功力真的恢复了。香香、琉璃、村长，各位，保重。道长！小杰哥哥，小青，今天本帝就用你的家乡来血祭本帝的重生，用你乡亲们的灵魂来庆祝本帝的归来。小青，你怎么？你的修为不是已经尽废了吗？你怎么还能？原来如此，是用了武庚家的燃魂秘法，燃烧自己仅剩的生命力，换取短暂的巅峰实力。用来斩杀你，足够了。哈哈哈！大言不惭，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帝真正的力量——大日法相！万丈巨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本帝的大日法相，万丈法身，顶天立地，本帝一脚就能踩死你！土雷为骨，木雷为筋，水雷为血，金雷为甲，火雷为魂，五雷法相，开！龙虎山最高秘术，五雷法相。小青哥哥，他的生命力在消失。他都是为了救我们，为了救所有人。小青，你疯了！你真的要跟本帝同归于尽？贫道今日就算魂飞魄散，也要拉你垫背！五雷诛邪！不，本帝是不死不灭的！不！哥，小青道长和魔头同归于尽了。他用自己的命护住了苍生百姓。琉璃，香香，保重。小青哥哥，不，哥，回来，你回来！
小青天师是我们七星村的救命恩人，是大夏的救命恩人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恩人。恭送天师！恭送天师！